赵露思生日会引发争议，网友爆割韭菜传闻，歌声真烦人。网上看赵露思的生日聚会要50块钱，线下见面会是免费的。然而还是有人反映说割了韭菜，现场还有人卖衣服，我实在是不明白这一点。赵露思是个长得很好的小花，25岁就成为 Versace 全球代言人，并在社交网络上正式官宣，能得到 SO 这样的待遇，真是太好了，让人羡慕。赵露思在粉丝见面会上还唱歌跳舞，看起来不错，但她的声音却被众人嘲笑，整场演出没有对口型，粉丝们可能不会在意这一点。关键是她还被网友嘲讽。赵露思其实天赋并不高，当然她也不是歌舞偶像，但她为什么要给粉丝和网友听这么难听的歌曲呢？真的很难说。粉丝可以接受，但网友花50块钱听这么烦人的歌曲，这不是一个有诚意就能解决的问题。赵露思的声音很差，震耳欲聋，唱得撕心裂肺，让人感觉像被针扎着，像荆棘在刺背，又像被卡在喉咙里的感觉，真的很烦人。够了，这太烦人了。当然，粉丝们还是极力维护赵露思的，不管这首歌有多难听，他们总是觉得很好听，毕竟情人眼里出西施。赵露思的表演其实已经成为了一个笑话，很多博主都在负面评价，他们看穿了却不说出来。其实粉丝们还是很享受的，这有点像ED新款了，大家都看透了，但歌迷却看不透，而且永远听不腻。这有多强？目前有网友透露，觉得 208W 真的很会割韭菜，花上百块钱买生日派对的掌柜票，自己掏腰包买机票和酒店。被削减，他们花数百美元买衣服。当他们口渴时，他们必须付费才能喝水。钱，然后还要听208的声音和演技，让我哭了却又无法释怀。过分了！网友透露，生日会上卖的是潮流名牌商品，送给粉丝的纪念品都是自己亲手鉴定的小样产品，总成本才200多，但粉丝却惊讶的花更多。我不太明白，有人说线下见面会是免费的，但为什么粉丝还要花钱向炒家买票呢？难道是有人故意作弊？其实追星是忘恩负义的，如果不需要追，又何必在乎需要回报呢？既然你是粉丝，就应该做好被切断的心理准备。许多名人出售专辑或杂志，粉丝永远是第一生产力。有些人买了很多专辑，花了很多钱，他们在找什么？是为了能够见到你的偶像，还是为了成为你偶像的忠实追随者？网友晒出现场照片，确实是在卖衣服，说不定双11就要开播了，粉丝们先把尾巴剪掉吧。一件运动衫要119元，价格其实不高，一般，不算太贵。看来割韭菜的说法不太对，不想买就不买。也许没人强迫你买。粉丝们对传播此消息的网友进行了反击，称这件119元的毛衣其实一点也不贵。29.9元的套餐由粉丝制作，包含1杯咖啡、1份甜点、1本费加罗杂志、5张小卡片、1把圆扇、1面小镜子、1只手、1张方卡和1个扁杯等。上海都这样的价格，在陆家嘴开个咖啡店，那里的地价那么高，贵吗？辟谣粉丝见面会是免费的，套餐是粉丝在上海一家咖啡馆组织的剧场，与成都见面会无关。衣服是我的好朋友联名的，而且是自愿购买的，所以割韭菜引起了争议。网上看生日会其实是自愿的，没有人强迫你。很多人说线下聚会是免费的，为什么炒家要卖票呢？不过近期的《长相思》演员致敬活动也遇到了不愉快的经历，有人对剧组的表现表示不满，把它想象成切韭菜，感谢会很多，有人觉得莲花塔感谢会很隆重。这个问题确实很难回答，很多剧迷可能并不关心现实生活中的 CP， 不需要看，也不需要付费。赵露思的粉丝见面会可以只是和粉丝的简单互动，不需要上网。而且赵露思是演员，不是歌手，所以她的歌声很难听也是可以理解的。有不少人吐槽，说赵露思的表演太敷衍了，似乎每个人的出发点和观点都不一样，但事实就是如此，造假不了。不疯就活不下去，无来江甘甘心骗迷惑剧组，
由顾晓刚执导，吴磊、蒋勤勤、陈建斌等人参演的电影《草木世界》已进入东京国际电影节主竞赛单元。在东京，《草木世界》剧组亮相东京电影节。顾晓刚之前的电影《春江水暖》取得了非常好的口碑，在戛纳、上海、First、金鸡电影节等多个电影节上获得了提名或奖项。今年东京电影节还将获得黑泽明奖的颁发至顾晓刚，史上最年轻的获奖者。《草木世界》是山水意象系列继《春暖花开》之后的第2集，再次受到中国传统山水画技法的启发。然而，在电影的中间，很多关于传销的疯狂的镜头打在了我们的脸上，让很多熟悉顾晓刚风格的观众感到惊讶。娱乐管理工作室在东京分别采访了主创顾晓刚、吴磊和蒋勤勤，就这部新电影进行了交谈。在顾晓刚的回忆中，由于剧组实际上设计了一套课程并完全执行，所以很多演员实际上以为自己加入了组织，有的甚至认为自己加入了组织。询问如何直接参与销售产品，这次柯小强不想当一名艺术家，他希望拍一部让家里的亲人能够理解的电影，揭示为什么这种形式的诈骗如此难以抵制和根除。海报《植物和树木的世界》连日来的东京电影节上，顾晓刚从观众那里听到最多的反馈恐怕就是不一样。《草木世界》和他的最后一部电影《暖春河》都是山水意象系列的一部分，观看电影的过程就像在观看一幅工笔画，流动、安静、美丽，充满情感、快乐的。暖泉水河的灵感来源于《富春山居图》，就像是在看一幅横轴的山水画。草木世界采用垂直轴的概念，开场的茶田航拍美丽而令人叹为观止，结合梅林时阁禅意十足的背景音乐，非常赏心悦目。顾晓刚将这种手法命名为观光蒙太奇，观光是对山水画观赏方式的恰当称呼。当画卷缓缓打开时，观众的目光慢慢进入画作画面，浏览情节，融入其中。世界作者的布局和空间构成实现了一次精神之旅。草木世界依然在顾晓刚的家乡杭州拍摄，正如东北、西南、西藏的电影人各自形成自己的风格一样，杭州也被顾晓刚用照片打造了自己的味道。杭州是一座特殊的城市，城市建设与河山自然的交织在一起，共同发展，自然会出现冲突问题以及传统与现代的结合。片中，蒋勤勤饰演的太化原本是一个采茶的农妇，吴磊饰演的儿子木莲想去杭州找工作，太化也进城，走进了富贵之地，在那里他可以致富。国际平台。影片进行到一半时，影片风格突变，从充满诗意的山水画变成了高度集中的抓马场景的商业片。在疯狂极限的销售系统中，主角的精神状态逐渐变得疯狂。这不是出于类型或票房的考虑，而是出于顾晓刚的坚持，其实是源于创作初衷的改变。每部电影都有不同的创作动力。暖春江是一部背弃观众的电影，甚至背弃自己，让我置身于电影媒介中，尽可能接近电影的本质。但是第2部的创作动机就很不一样了，是为了观众。因为拍这个片子最大的机会就是传销这个话题，我有亲人经历过，我个人去研究了解这些的时候事物。我真的希望这个话题能给社会带来一些意义。这部影片分为3部分，第1部分和第3部分比较有诗意，因为它们带来了一定的距离感。但传销是一种很神奇、很荒诞、很惊悚的情况，如果也用诗意的方式来处理，我担心虽然可能会为作者带来性满足，但对中国观众来说可能并不友好。我希望观众真正了解导致人们被骗的本质，所以我们选择全力投入。柯兆强、吴来与导演山田洋二互动，《草木世界》取材于中国古代寓言《木莲救母》，讲述了母亲做坏事堕入地狱，儿子欲救母亲脱离地狱的故事。这也是影片分为3部分的另一个原因。第1部分是人间，第2部分的场景实际上对应地狱，第3部分是升天之路，或者更高的精神世界。为了真实地将组织呈现为人间地狱，顾晓刚进行了大量的调研和采访。花草树木的世界，陈建斌、
讲勤勤，我把传销看作是一个精神解剖实验室，通过解剖，你可以看到人性的很多漏洞。生活中，你总是有自己的愿望和愿望。我们之所以不被愚弄，不是因为我们聪明，而是因为我们幸运。究其原因，是因为在漫长的人生旅途中，在伤害、彷徨、渴望的过程中，那只伪装成帮助和满足的手并没有到达我身边。电影中的每个人加入这个组织都有自己的原因，他们都是在自己处于某种弱势的时候加入这个系统的。传销与其他形式的欺诈不同，因为它通常通过最亲近的人传达情感或道德诉求，所以即使我们的社会不断地以各种方式发出提醒和预防措施，它仍然会发生。最基本的预防方法就是要有自我意识和独立性，当然也需要建立一个舆论环境，远离受害人有罪论。姜侃干饰演的 Hoa Rio 很疯狂，他对这个组织表示怀疑，甚至知道可能不会有任何结果，但他仍然做出了自己的选择。顾晓刚在研究中表示，很多购买保健品的老年人都一样，他们也知道这可能是骗局，产品没有任何实际效果，但保健品的卖家却会关心或保健。通过销售关心他们，金钱在某种程度上是购买这个服务的，所以最终还是归结为精神上的东西。人需要精神上的独立，老年人尤其需要情感上的陪伴，才能更好地避免上当受骗。草木世界剧组亮相东京电影节，春江水暖的演员大多是业余爱好者，也是导演顾晓刚的亲戚，他们的很多表演都源于他们的真实日常生活。这次的草木世界则不同，主要演员都是专业演员，其中包括吴来这样的著名青年演员，传销组织的成员包括集体演员。家庭作坊式的创作成为标准化、工业化的电影制作。柯小强表示，为了真实地展现学员的训练内容和状态，他没有让演员在剧本中预演相关内容。剧组设计了完整的系统模型，包括公司名称、产品设计研发、组织架构、培训课程等。拍摄过程中，他们也完成了拍摄前的课程，在剪辑过程中只选择了核心情节。在大宴会厅的场景中，我们聘请了很多非专业演员在封闭的房间里拍摄，他们不知道我们会做什么。很多人坐公交车来这里，度过了整个下午，带着旅行的心情。大多数传销也是如此，一辆公共汽车带你到一个地方，然后不间断地给你洗脑几个小时。这本质上是一场与时间的赛跑，一场体能的考验，因为只要他们向你灌输足够多的所谓正确的废话，久而久之，你就会逐渐失去体力，你的能量和潜意识就会一点一点被入侵。